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塔罗，我是 Holly。今天我们要做的占卜的题目是 Spirit Team 要给你的9月份的讯息。那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9月了。我觉得这种时空感，我始终都没有办法习惯啦，所以就顺着流走吧。好，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好，所以我们更要把握住每一个当下，好，把握住自己的时间哦。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这是第一组的导引牌，好，再来是第二组的导引牌，再来是第三组的导引牌。OK，那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做选择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这里跟我一起共度这一段时光。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来说有所共鸣、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那我们就待会见。Hello，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的主牌是这张《The Slave Dances into Freedom》，会让我觉得就是你们从什么东西解脱了，或是从什么东西离开了，那种终于自由了的那种感觉。那或许有些朋友是不是在9月份，或是说在稍早之前，譬如说，像说好像离职离开了一个工作，而这个工作怎么说呢，会让你觉得就是说啊，我终于离开了，我终于离开那个环境了的那种很解放、很解脱的感觉。那又或许是某些朋友，或许是某种情绪上的包袱，或者是说某种信念，你从某一种限制性的信念被解放出来。那接着的这张 Shine 也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这种能量哈，就是一整个舒展开来的感觉，然后非常的有力量，然后也非常的好像充满着全新的开始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接下来我看到的这一张 Open the Floodgates 的这张牌会告诉我，就是说，虽然说你可能已经从某一个让你觉得有那么点窒息，或者是说很耗能的一个状态离开，但是你还有一些需要被宣泄出来、被释放出来的能量，还留在你的能量场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面临到一个机会可以解脱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我们是有点退缩、不敢前进的。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被困在某个地方很久了，你就那样子的困境，或是那样子的局限，已经成为你的一个基准值，就是一个你熟悉的像参数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反而会有一点，好像没有办法往前去接受这个机会，让自己可以解脱。我觉得这个讯息是针对某一些朋友了哈。那在这里，灵性团队，你的 Spirit Team 是想要跟你说，如果这个是你的状况的话，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在你的内心，或者说在你的能量场里面嗯，还残存着很多需要被宣泄出来的能量。你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像是能量上的或是心境上的一个打扫，这样你才能够好像把整杯水把它倒空，把它倒掉，让你的杯子是空的，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好像很雀跃的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转变。那我看到的是，从旧有的
一个环境中离开是一回事，那离开之后，有些朋友可能会很急着就想要踏入下一个阶段，但是呢，中间会有一些迷惘的过程，哈，会有一些迷惘的过程，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看到了这一张 Which direction，好，哪一个方向才对？你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接下来我该怎么走才对？好，但这张牌在这里，它其实是想跟你讲说你现在来到了一个人生的转捩点，不需要害怕是不是会走错路。好，其实不需要害怕走错路这件事情。哈，那当你发现其实我每往前一步，都是在我自己的旅程上，我每往前一步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你也会知道，就是说没有所谓白走的路或是错误的路，只有无穷的发展潜力，以及一个让自己可以成长的机会。哈，也就是说，这张牌它邀请你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如果你刚离开某个新的环境，而对于前途感到有一些迷惘、有一些茫然的话，其实不需要一直纠结在这里，也不用怕自己走错路或者是白走一趟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的旅途，我看到是未知。好，因为这张牌也有未知的意思。好，那灵性团队，你的 Spirit Team 其实是想要跟你说，你需要变成一个猎人。那猎人是怎么样呢？哈，猎人不会去走人家前面已经有人走过的路。好，猎人他本能的知道猎物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好，那猎人也不会随便去捡那个刚好死在路上的动物的猎物，因为那很有可能是被毒杀的或是什么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处在未知就处在未知，但是也不需要急着，好像赶快去捡一个什么东西来做，或者是说赶快，譬如说，假设这样，我打个比方好了，假设就是说你刚从一段恋情离开，而你是一个从来不缺恋情的人，哈，那刚从一个恋情当中离开，你会觉得说，哦，身边没有人，空空的那种空虚感，你就想要赶快随便抓一个人也好，然后就是再进入下一段关系。那你的 spirit team 是跟你讲说，嗯，不要乱找，好，不要乱找，好，也不需要，就是因为觉得没有一个什么，我就很没有方向，我要急着套用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赶快什么都好，然后这样子去套用下来，好，但是这个也其实是不建议你这么做的。OK，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里的这张 Shine 的下面来到了这张 Epiphany，会让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嗯，大家这个被解脱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从这个经验里面，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一种顿悟，我觉得它好像打通了你什么，让你想通什么。好，或许是你突然看见，就是说，哦，原来之前自己的挣扎，好，是多么的无谓，或者是说啊，原来以前的我是什么样子，好，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好像近似于开悟的那种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哦，但还是一样，因为正中间的这一张 Open the floodgates。好，宣泄，你需要宣泄出来哈。下面跟着这个是金币四哈，那金币四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建议你，就是说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抓得很紧哈，不要什么东西都抓得很紧哈，你要放手，让这个能量可以流动。好，那再来哈，刚刚还有2张摆不下，在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哈。好。OK，那下一张是 Queen of Ariel，这一张是金币皇后，以及 Two of Gabriel，好，这个是权杖2。好，那我看到的是，我觉得在9月份，大家会怎么说呢？会建议大家把能量用在自己身上，哈，也就是说，你刚从某一个就是
可能不是很健康的状态中离开，你其实需要不少，嗯，你自己本身需要不少的关爱跟休息哈。但我又看到哈，其实在不远的未来哈，我觉得这段休息期间可能不会真的很久，因为这里的这张 Two of Gabriel，我看到的是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像伙伴之类的哈，伙伴之类的关系生成哈。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大家这个9月份这个阶段哈，如果你刚好有一个机缘，就是说得以离开什么东西哈，或者是说得以放掉什么东西的话，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好，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那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离开归离开，但有些东西或许你还需要再更进一步的去观察，就是说是否还有你自己本身抓得很紧的部分，有些还需要被释放掉的一些情绪也好，或者是一些信念也好，让这些东西放掉流走，对你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好，那所以我觉得，大家的9月份的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哈。如果你刚好是处在一个很想要离开什么东西、什么人事物的阶段的话，我觉得9月份是非常有机会的，好，非常有机会可以全身而退的那种感觉。好，那最后我们来请大天使 Michael 来给我们一点讯息。请问是否有讯息要给我们的第一组朋友们呢？好，这张牌 Decide to be happy now，好，现在就决定让自己快乐。好，所以第一组朋友，你们很需要回复吧？我觉得哈，因为像你们的主牌的 Slave dances into freedom，其实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离开一个不健康的关系或是一个不健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有一点点惆怅。那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也是，我也曾经过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其实怎么说，讲直白一点，就是说，你之前真的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中太久，而那样子的各种不同的参数，即便是不快乐的，即便是很窒息的，但是那就是你的每天的基准值。好，那就是你这一段人生生活的一个基准值。那离开不代表离开一段不健康的关系，或是离开一个不健康的处境，好，当然是对自己本身是好的。可是离开本身这件事情，好，就离开这件事情，其实往往还是会带着一点忧伤、一点难过。那请容许自己看到自己这个状态，然后祝福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决定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要快乐。好，好，那我们再抽一张，好，我们再抽，请大天使给我们一个讯息。好，那他说，You created this situation and you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it。好，他说你给自己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你就有力量能够改变它。好，那这张牌我觉得是要给一些朋友们，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说，这边反光，我放热。好像有好一点，放这里好了。好，那这张牌我觉得他其实是想要给第一组朋友们里面，如果有些朋友们你还觉得就是说，我身处在这个状况里面，我没有办法走出来哈，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全身而退，我没有办法离开的话，那大天使 Michael 其实在这里是想要跟你讲，就是说你绝对有能力。可以改变你的处境，好，你绝对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个处境。那现在就相信自己可以改变那个处境，好，因为你是有能力可以这么做的。好，好，那所以我觉得9月份对第一组朋友们来说，哈，有些朋友可能是正在离开什么，好，或者是说
正打算要离开，但还没有离开。哈，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9月份都是非常有机会。好，如果对于想要离开什么处境，或是放下什么样子的，譬如说制约或信念的朋友们来说，9月份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机会。好，大家好好把握，并且我觉得怎么讲呢？很重要的是，就是嗯。不要把焦点都放在负面的人事物上，哈，不要把焦点放在你的负面的思绪上，因为老实说，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就只会去放大那样子的频率的能量，好，所以尽量聚焦在让自己可以开心，或者是说，就算没有办法开心。怎么说？聚焦在让可以自己稳定，或是说聚焦在可以让自己平静的能量上。OK，好，那以上就是第一组朋友们的9月份的讯息。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讯息对你来说有所共鸣、有所帮助的话，不要忘记按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抽到的主牌是这一张，Let your world spin on its axis。那这张牌呢，看到这个女生好像在做大车轮的动作哈，她整个人是180度颠倒的。那这张牌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大家目前的9月份9月份或者说你们已经体验到的一个部分，就是一种好像180度的大转变的那种感觉。那从中可能会有不少一些怎么说，让你觉得很动荡，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很混乱的状况，就会很容易在这个时刻发生。那所以Spirit Team 其实要给你的讯息就是 ground yourself，好，记得接地，接地很重要，回归到自己的中心很重要，好，所以9月份很容易心绪跟着什么东西做一个摆荡跟摆动。那为什么大家会经历到这个呢？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呢？那主要是我觉得我看到了这张的 Serpent。好，那 Serpent 在这张牌意味着就是说一个蜕变的状态，所以简单讲哈，那这个 Serpent 下面跟着 Three of Michael 是宝剑三。那我觉得大家在9月份启动的是一个疗伤、疗愈的过程。那或许并非你的本意，也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时间点到了，那这个过去曾经的这个伤，就刚好在一个对的时机点，它浮现出来，好让你可以去处理、去面对。而9月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嗯，我觉得它终究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哈，因为大家最后抽到了这张 Mystical Shaman 哈，那这张牌的出现也意味着就是说你是非常有你的灵魂其实非常有决心想要走这一条疗伤的路，那过程中可能会让你觉得不会太舒服，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混乱，哈，可能会觉得说，哦天哪，怎么就是180度的转变了这个样子，哈，而且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个这个蜕变的过程，它其实是从一个很深处的地方，很深的地方，好像好像你在怎么说？譬如说，好像一棵植物，你要把它挖起来。譬如说，我们要换盆好了，那你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就是说它土表底下的根有多多，或者说多盘根错节。但是你一旦开挖了，就发现说怎么样都拔不起来，因为它的根已经串到很深的地底下，或者是说它已经遍布各处，然后
把很多土壤都抓得很牢固了。那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的9月份就是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如果图表底下的植物的根系生病了，那你在9月份你会发现，然后做这样子一个开挖的动作，然后从很深处的地方去进行这样子一个疗愈，而这会需要一些时间。好，这会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大家抽到了这个 worth the wait，好，值得等待，好，值得等待。那所以如果说第二组朋友你们9月份如果有什么东西悬而未决的哈，是需要花时间做决定的。我觉得这张牌也是在跟大家讲，就是说不要急着做什么决定，或者说不需要急着进行什么样的动作哈，就是说不需要采用太怎么说？不需要太过激进，好，不需要太过激进。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稳稳的扎根，好，你要稳稳的扎根，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状况是看起来不是，看起来很好，好，但是其实可能，其实可能不一定是那样子，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有某一些状况是你需要花时间好好的、审慎的去检视，然后去判断的。那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组朋友们的主要的一个概况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讯息要给我们的第二组的朋友们哈。关于他们如何顺利的度过这个9月，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讯息可以给我们呢？看一下。好，首先第一张是 The Lovers，OK，再来是宝剑国王、宝剑七以及金币二。好，那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哈，就是说，宝剑国王的这张牌，其实它非常需要你拿出你的一个理智上的一个判断力，好，理智上的判断力。那我觉得大家在9月份可能会遇到一些重要的决定，需要做决策。那这个时候你要拿出你的判断力啊。那如果你有发现，就是说，这个选择好像有点受到阻碍。好，如果说你在9月份遇到什么事情，就你本来想要这样子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做法当中充满了重重的阻碍，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 spirit team 在引导你，就是去到另外一个其实比较适合你的选项哦。好，因为大家有抽到这张 Seven of Michael，好，那这张牌它直白的下面就写说有一条更适合你的道路。好，有一条更适合你的道路。那所以，如果大家在9月份遇到像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在抉择上嗯，有一个困难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可以跟你的 spirit team 请求协助哈，或是请求天使们的协助，请求灵性存友们的协助来引导你哈。那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嗯，大家的9月份哈，看起来是还蛮忙碌哈，还蛮忙碌，还蛮容易就会觉得好像混乱，或者是快要失控的那种感觉，所以非常需要扎根啊，非常需要扎根哈。那我的影片说明栏位里面有一些连接大地扎根的练习，或是一些静心冥想练习的播放清单，你们都可以进去看看，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那最后我们来请大天使 Michael 来给我们一些讯息，给我们第二组朋友们一些9月份他们需要知道能够帮助他们的讯息是什么呢？还有吗？哦，一张
OK，好，我们现在看第二，You're on the right path。好，他说你走在正轨上，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OK，很好哦。那在 positive thoughts create positive results。好，这一章这个讯息其实跟刚刚在上一组也有啊。我觉得可能9月份的某一些状态哈，很容易让人们怎么说？心智很容易动摇，或者是觉得很容易动荡的那种感觉哈，所以9月份我觉得对所有的人来说，真的都很需要能够稳住，好，稳住扎根，回归到中心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哈，是真的是需要常做在9月份哈。那我觉得这一张牌的出现会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嘛。好，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就说这张主牌，哈，The world spin on its axis，哈，这张牌如果要直译的话，我可能会把它译为就是说，就让你的世界彻底的颠覆翻转吧。好，那这张牌里面其实有个最主要的意思，它就是说，今天你的世界之所以会整个180度的转变，那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在回应你的想望，好，有一部分也是在回应你的愿望或你的梦想。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你所想要追求的，好，不管是人生也好，好，或是你的梦想也好，你想要追求怎么样的人生，你想要追求什么样的梦想，好，那在它实现的路上，你的世界就必须要翻转。好，所以也就是说，你的世界必须要翻转，才能够在你追梦的这条路上去迎来你的梦想。所以它其实这张牌的意思是说，现在你所体验到的混乱，好，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颠倒的、颠覆的这种感觉，是一个必经之路，而最终这个是要来让你更，其实应该说，这个过程其实反而是会让你与你的梦想更靠近，哈，与你想显化的人事物更靠近，所以大家才会抽到了这一张 Serpent 蜕变，哈，蜕变，哈，所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所以如果你在颠覆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就是说好多东西慢慢的远离我了，好，那原本是可能是你有一些执着的东西，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要跟你讲说，如果真的是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那就代表就是说那些东西不适合你，所以才会离开你。好，那些东西不适合你，所以才会离开你，所以你不需要觉得害怕，好，不需要觉得害怕，那也不需要，这张牌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还有一个讯息想要跟你讲，就是说，嗯，怎么说？你不需要掌控事件的所有的细节，好，不需要掌控世界所有的细节，哈，所以就是交托给宇宙，交托给你的 spiriting，让他们去安排就好。而你唯一一个最重要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扎根稳住，回归到自己的中心。好，相信自己是在对的道路上，不管中间经历什么。好，那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正面的思维。好，把你的能量聚焦在正面的想法上。好，因为正面的想法才会吸引来正面的人事物。OK，那当你把你的思绪都聚焦在负面的心绪上的话，这只会放大那样子的恐惧不安的能量，所以对你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好，那所以以上就是给第二组朋友们的讯息。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讯息对你来说有所共鸣、有所帮助的话，可以帮这支影片按个赞。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你也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Hello，选择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抽到的牌
主牌是这一张 She Rides with Wild Spirit Unbroken。这张牌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的9月份哦，9月份的第三组的朋友们，我觉得关键字就是做自己，好做自己。整个宇宙，你的 spirit team 都在鼓励你做自己，好。那我觉得会选到这组的朋友们，应该也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所谓的做自己，哈。好。那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一直觉得就是说我不好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大家没有人这个样子好，或者是说觉得好像必须要follow 某一些像是潜规则啦，或者是 follow 一些什么样的礼数啦，或什么之类的。而且我觉得你，从你的过去经验里面，或许是你曾经尝试过所谓的做自己，但是可能结果并不是很好，结果并不是很好，导致于就是说你也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把我想说的话或想做的事做出去的话，会不会又像以前一样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这样是你需要去担心的。好，但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抽到的牌是，首先必须要先讲哈，因为大家下面5张牌里面正中间你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哈，那这副牌是大天使塔罗牌，然后宝剑国王他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天使 Michael 哈，所以在前面这2张你抽到了金币五以及宝剑五，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可能会是你目前所处的环境的状况哈，可能让你觉得第一个很匮乏，好，很匮乏，让你有一种就是说施展不开，我觉得有一种让你觉得施展不开的感觉，然后可能里面也有很多的嗯嗯。可能也有很多阻力吧，我觉得。但老实说，我觉得今天这一组牌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其实你们的讯息很直白，就是说这样子的状况是不适合你们的。好，就是如果说你目前所处的环境，或者是所处的一个处境是让你施展不开，面临很多阻力，然后没有人欣赏你，或者说没有人呃没没有人觉得就是说你的做法有比较好或什么之类的哈。那其实简单讲就是说这个环境本身就已经不是很适合你哈，所以建议在9月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处理。好，你可以做一个处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或许我觉得9月份大家会迎来一个机会。好，那因为大家抽到这张 opportunity 机会牌嘛，哈。那但是这个机会有的时候它来的跟你预期的不一样，好，它甚至可能看起来好像是反而是你失去了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或许失去也是一个对你来说好的机会。那总而言之，大家抽到的这张 Seven of Gabriel 在这副牌里面指的是权杖七，好，那这张牌里面它写到 Stand up for what you believe in，好。为你的信念挺身而出，have confidence，要有自信，claim your power，claim your personal power，好，找回你的力量。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抽到这张主牌哈，其实基本上也意味就是说，曾经的某些状态让你不太能够很放胆的去做自己，好，或者说很放胆的去宣扬，或者是说宣扬你相信的什么东西，哈。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这组牌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嗯，鼓励大家九月份哈，鼓励大家在9月份为自己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然后或许你还是会遇到一些阻力，或许你会
好，会有些人讲一些什么批评，会让你觉得自我感觉不良好，或者是让你觉得好像羞愧或是觉得很羞耻哈。但是你Spirit Team 想要跟你讲，就是说讲那些话的人，他们讲那些话是出于他们的恐惧，而那是他们自己要面对的课题，跟你无关。好，所以不要被别人给左右。那大家最后这一张抽到了 Ace of Raphael，好，这个是圣杯一。那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旦你为你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或者说你为你自己的立场，好，你捍卫自己的立场的话，你会有一个全新的体验。好，或许是你会。也有可能就是说你会离开某个状况，而去遇到与你频率相通的人事物，也不一定。那大家抽到了这张的 Council 哈，也意味着就是说，其实一切都是为你安排好的，好，一切是安排好的哈。那我们最后来抽一下这个大天使 Michael 的神谕卡，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讯息想要给大家掉出来了。好，首先第一张是 Shield Yourself，好，Shield Yourself，OK。那这副牌啊，我觉得怎么说哈，或许应该说这张牌，好，这张牌你看到这个人他拿的是一个盾牌，好，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或许你们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批评的声音是真的还蛮尖锐的，好，那大天使 Michael 是跟你说，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能量场，好，保护自己的能量场，好，那大天使 Michael 可以把他的盾牌借给你，哈，所以保护自己的能量场，因为你是很容易，你很容易怎么说？很容易走心啊，哈，很容易走心，你比较敏感，所以容易被其他人的话所重伤到这个部分，你要注意，好，你要注意一下，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有些人讲那样子的话，其实他们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恐惧，那是他们自己的议题，那与你无关。OK，好，那再来哈，第二张牌是 Romance Angels are helping you。好，那我觉得这张牌可能是针对某一些在9月份比较在意的主题是跟亲密关系有关的哈。那这张牌的话，我觉得它的意思也是在跟你说，嗯。或许你曾经觉得就是说自己哪边不够讨喜，哈，你觉得没有办法做自己，哈，那今天如果你是在意的是感情问题、亲密关系问题的话，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们哈，其实是在跟你讲说，你光是做你自己，就会吸引到与你频率相同的人，好，所以这个讯息哈，很直白的哈，就是这样子要跟你说哈，而且大家刚刚就是也是有抽到 Ace of Raphael 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新的人会进来，好，新的人会进来。那对于大家每一个人来说，当然不见得呃都跟恋情好有关系，但是我看到是确实。好，确实，当你为自己挺身而出，很怎么说，很坚决的哈，很坚决的哈，或者说立场踩稳哈，就是要做自己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会吸引到吸引到觉得你很棒的人吗？好，应该这样讲。好，那我们最后最后再来一张，请大天使 Michael 再给我们一点点讯息好吗？给我们第三个朋友哦。好。好，那这里好，这一张牌，我觉得这台讯息很特定哦。他说，The person you're asking about is trustworthy。那这张牌适用于目前大家如果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哈，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在意的人物哈，或者是说，因为我觉得有可能然后刚刚我们讲说有吸引到，你可能会吸引到新的人进来你的生命里嘛，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天使 Michael 最后一句话想跟你讲，就是说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好，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好，好。
那我觉得很棒诶，好，很棒哦。这个大天使 Michael 帮这个 reading 做了一个很完美的结尾。那所以一样哈，希望今天这个讯息对大家有所帮助啦。哈，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害怕，勇敢的做自己，好，勇敢的做自己，不要害怕，好。然后嗯，如果你遇到什么人哈，什么人事物对你来说是就是很针对性的，好，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让你好过的，那我觉得你就是第一个哈，赶快离开那样子的能量场，好，离开那样子的能量场，然后也是在心里跟自己讲，就是说。他这么做是出于恐惧，出于他自己本身的其他议题，而那与我无关。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光是把想法好这样子去用这个视角去想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帮助就很大了，好，就很大了，好，我们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那以上就是给第三组朋友们的9月份的讯息。那希望今天这个讯息对你来说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按个赞或者是订阅这个频道。那我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